公主，公主，公主。我怎么会做这种梦啊？公主，您怎么了？奴婢服侍你起来吧，花宵夜马上开始了，收拾收拾该过去了。皇姐，你真打算今天赢得那白玉鸳鸯后，就向七表哥表明心意吗？不愧是我皇姐，我敢打赌，七表哥心里啊，一定是有你的。身手真好。七表哥怎么还没来啊？他不是很想要那白玉鸳鸯吗？公主，公主，修公子他怎么了？修公子他派人传话，说他今天吃坏了肚子，这戏文他演不了了，让孟公子替他。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我去看一下。啊，这四公主也走了，阿兰现在可怎么办呀？这样，我跟少爵先替皇姐跟七表哥，前面的旁白就由后统领来读吧。咱们准备好就过去。照这戏文来看，我和阿兰也算是死同学了。要不是马文才那厮，哥哥和阿兰早就双宿双飞了。这是……哦，皇姐跟七表哥临时有事，我跟少爵替他们俩。啊，不跟你说了，我们得赶快过去了。你们先过去吧，我马上就来。那你快点啊！一同弹琴舞剑，倒是有意思。最后，两人还化作了一对蝴蝶。那年杏花微雨，祝英台女扮男装，邂逅书生梁山伯。两人一见，你看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两人一见面，梁山伯就中毒身亡，一命呜呼。真没想到竟会是这样啊！梁山伯怎么一出场就死了？好好的戏文，为何要改成这样？你先按照他说的来。啊！山伯，
梁山伯死后，祝英台成了嫌犯，县令命人将其关入大牢。书生马文才四处奔走，为祝英台洗刷冤屈。大胆！哎呀，哎呀！马文才与祝英台一见如故，两人一同求学，日日形影不离。玉皇上，你干什么？稍稍改了一下，放心，只会比之前的更圆满。要是没夺到那彩头的话，我跟你没完。相信我。七表哥，阿紫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以往你不开心的时候，便会到这里来。我没有不开心，我就是吃坏了。我和安澜说的话，你都听到了，对吧？听到的话，如此反应，答案自然不言而喻。不过，有些话，我还是要亲口告诉你。我安柯子确实喜欢你。同窗3载，几番误会消除，几番生死相随，马文才终于知晓祝英台乃女儿身，于是提亲上门，10里红妆，明媒正娶。成亲当日，马文才亲手为祝英台梳妆打扮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你快点。还没好吗？还差最后一步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花好月圆，地久天长。一滴蓦然之间，心怀若湖面，情话勾勒着圆圈，把时光化作彼此缠绕的红线。想要你在我
身旁，你我戏文而已，别扭什么？牵肠记我赶上什么了？那烛火微亮，倒影难窗，与君相逢的模样。情只缘繁华一盏，红尘散落两半。暮色一晚，小城渐入阑珊。潇潇雨辗转渡了青川，梦痴忘待还。藏诗篇笔墨缱绻，欲诉娟秀难断。遥距万里，此生笑颜无痕。思绪沉沉，梦里有人待还。还记得戏文中梁山伯梦境的那个片段吗？宛若湖面，镜花勾勒着圆圈，把时光化作彼此缠绕的红线。想要你在我身旁，你我愿牵肠记行。那烛火微亮，倒影难窗，与君相逢的模样。情只缘繁华一盏，红尘散落两半。暮色一晚，小城渐入阑珊。潇潇雨辗转渡了青川，梦痴忘待还。藏诗篇笔墨缱绻，欲诉娟秀难断。遥距万里，此生笑颜无痕。思绪沉沉，梦里有人待还。情只缘繁华一盏，红尘散落两半。暮色一晚，小城渐演得挺不错的入阑珊。潇潇雨辗转渡了青川，梦痴忘待还。这戏文倒是有趣。这么一看，五公主跟宇文大人还真是郎才女貌呢。真羡慕五公主以后能嫁给宇文大人。五公主当初为了退婚，不知闹了多少回。再怎么不愿，五公主也只能嫁给宇文大人。他俩的婚约可是太后生前所赐。是啊，来，咱们喝一杯。好，我敬你。璎珞，我有事要参见陛下。你好歹也是个演员，怎么演个吻戏还演紧张了？宇文睿他是长得不错，但你也太容易被美色所蛊惑了。阿兰，你等等我。璎珞，你们一个个都离开了，就留下我一个人。你哥去哪儿了？去见陛下了。他找我父皇干什么？陛下，花朝宴应该还没有结束，您要不要去看一眼？参见陛下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草民在此，已等候陛下多时。有事？草民有个不情之请。说吧。草民恳请陛下，取消五公主和首辅大人的婚约。荒唐！阿兰的婚约早已定下，怎能说取消便取消？婚姻大事事关五公主一生，还请陛下多为阿兰考虑。朕自然是在为她考虑。草民听闻靖州爆出鼠疫，陛下正烦忧，派谁去解决疫情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草民愿前去靖州解决鼠疫。你？如今朝堂之中，能去靖州为陛下解忧的，并无几人。可朕又如何信得你？
此事事关百姓性命，草民断不敢妄言。陛下可还记得前年南边的雪灾？自然记得。当年多亏你父亲献计，赐予资助朝廷赈灾的富豪渐生资格，使得豪门望族捐赠钱粮，解了燃眉之急。此计是草民提出来的。若草民无法遏制靖州疫情，愿以死谢罪。若草民控制住靖州疫情，还请陛下答应草民所求。你是想让朕将阿兰许给你？不，陛下许五公主婚嫁自由便可。朕答应你，不过有一个条件。待从靖州回来，你需入朝为官。哥哥怎么还没回来啊？我听小李子说，父皇非常欣赏少爵，说不定两个人在说入朝为官的事呢。陛下就算杀了他也没有用。娘亲去世时，哥哥便发誓此生绝不会入朝为官。为什么？娘亲在世时，爹爹一直忙于公务，对娘亲疏于照顾。后来娘亲染病，爹爹也在外处理公务，没空回家。就连娘亲病逝，爹爹都没能回来见她最后一面。哥哥从那时起便对当官之事厌恶不已。5年前便该入朝为官了，怎么样？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朕会下诏，让靖州太守听你调遣。谢陛下。这……哎呀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陛下，五公主之前想尽法子，想解除婚约，您一直都没有答应，如今怎么就答应孟公子了？朕不解除他的婚约，是因为宇文爱卿实属良人，朕不想他错过。可如今看来，这个孟少爵对阿兰一片真心。若日后阿兰能嫁给他，也未尝不可。父皇真的决定让孟公子前去靖州解决瘟疫一事？5年前殿试，朕就知道他绝非泛泛之辈。既然他说有把握能控制靖州鼠疫，朕就信他。孟公子向来不喜朝堂，怎会突然揽下此事？人都会变的。啊，不说他了。朕召你们前来，是有了暗门弟子的下落。云泽覆灭后，暗门便开始走向没落，如今几近消失。父皇是如何发现他们的踪迹？这些年，朕一直命人暗中寻找暗门弟子的下落。前些时日，有暗探回报线索，有人在天阴城使用冰魄银丝。冰魄银丝，暗门第一弟子云长的半身武器。暗门云长恐怕就在天阴城。你们尽快出发，去寻找他的踪迹，务必打探出九州天下图的秘密。微臣遵命。兹事体大，不可声张。你们就以巡视各州的名义南下吧。哥，这靖州你要不还是别去了吧？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阿兰是在担心我。鼠疫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怎么办啊？还没离开就已经舍不得了。带我到靖州，
写信给你。孟兄，你要是写信到洛京，阿兰怕是收不到了。阿兰要和我们一起南下。为何急着南下？宁王一直昏迷不醒，所以他背后的神秘人才是大 boss， 对吧？哎，别总想着套我话啊！我来只是想告诉你，你也得跟着他们一同去往天阴城。下一个任务在天阴城？有点正事要办。你南下我不放心，不然等我回来，我陪你一起去。这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办完正事就回来了。非去不可。哎呀，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有闲情担心别人？啊，对了，我给你准备了点东西。这个手套还有口罩呢，是我专门找人做的。你到了荆州之后记得带上，尤其是接触病患的时候。还有，这封信里写了做法。到了荆州之后，你专门安排些人手，让他们多做些，分给当地的百姓。这些东西倒是挺新奇，你可为别人准备过？我从来没有收到如此特别的礼物，不然阿兰，帮我带上吧。这你都不会啊？简单的很。来，时候不早了，孟公子上路吧。哎呀，大哥，什么上不上路的，多难听。孟公子到荆州后，将这诏书交给荆州太守便可。孟兄，一路保重。保重啊，孟公子。带我回京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有什么不能现在说？走了。哥，保重。保重啊！还要看到什么时候？哥哥去荆州，你又要南下，这罗京城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好啦，我马上就回来了，等我回来给你带礼物。那我走了。贺统领，走啦。贺统领，孟小姐，再会。七表哥养尊处优的，怎么想着南下呀？自然是因为江南风景秀丽啊。哦，只是为了看风景？当然了，不然还能以为什么？我就随便问一问，你紧张什么？孟小姐，叫我干嘛？本小姐和你可不熟。上次比试是贺某下手不知轻重，一直想找机会向你赔个不是。不必，上次是我技不如人输了比试，不过你也别太得意了，总有一天，本小姐一定会把你揍得满地找牙。以孟小姐的根基，想要打败贺某，此生绝无可能。姓贺的，你可别瞧不起人。贺某说的不对吗？你给我等着！我有东西要给你。这是贺某
根据孟小姐的武艺水平写的。上次比试后，贺某便对孟小姐的内力、体能、招式有所了解。你和我比试还了解了这些？上次比试后，贺某便写了这2册适合孟小姐练的。只是平日里贺某与宫中的侍卫比试惯了，出手没轻没重，竟让孟小姐受了伤。待孟小姐练完这2册，我再根据情况继续往下写。谁说要练了？那不想练的话，没事当闲书翻翻也不是不行。少爵向来对官场之事不感兴趣，怎么会突然请旨去荆州？是不是有什么内情？父皇没跟你说啊？怎么想这么奇怪？哎，你说话那么多，你不渴吗？七表哥这2日，好似处处避着我。怎么可能啊？是我那天说的话，对你造成了困扰。怎么会？我们俩跟黄姐还有七表哥换一下呗，我去骑马，你去驾车，把马车留给他们俩2人世界，怎么样？黄姐，我想骑马了，咱们俩换换吧。子修，你进去，我来驾车。不用了，大哥，我特别喜欢驾车。你就作死吧你！我跟阿兰去探探路。你干什么？不是你说的让他们俩2人世界吗？我走了，唱。上车吧。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没什么。唱。父皇让你南下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陛下让我和4公主去寻暗门第1弟子云长的下落。暗门？哎，我听小李子说，暗门好像知道九州天下图中的机密。陛下派人寻了数年才得知，暗门的云长公子极有可能隐匿在天阴城。这云长公子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所知甚少，只知他的贴身武器是冰魄银丝。我们南下，那宁王背后的神秘人怎么办？我已让贺连臣散布消息，说暗门云长就在天阴城。你想引神秘人前往天阴城？神秘人想得知宝图的机密，就会有所行动，有所行动才会有破绽。我就说嘛，你怎么突然就答应南下了？原来早有准备。跳。七表哥，我有话和你说。那日说喜欢你，是真心的。我安柯子若喜欢一个人，便会让他知道；若他也喜欢我，
那便是天公作美。若他心中无我，我也会坦然接受。如今看你这般不自在，便当我之前的那番话从未说过。去。洛京真是无聊死了，哥哥和阿兰都不在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找孟太师办点事情。孟小姐，这习武的册子怎么样啊？也就随便看了看，勉勉强强还行吧。停！这动作不对啊，手臂要放松，步伐要稳健。这样就对了。还不放开我！剩下的几本什么时候送过来？啊？不是说还要继续写吗？怎么，就这2本啊？孟小姐说的是练武的册子？不然呢？真是笨死了。第3、4本马上就完成了，过2天我就给你送过来。行吧，正好本小姐最近闲得很。虽然这册子写的不怎么样，但是勉勉强强还是可以打发时间的。店家，哎，几位客官，请坐，请坐。伙计，哎，上茶。好。哎，店家，穿过前面的树林，是不是就到天阴城了？怎么了？几位是想去天阴城？是。啊，要是去天阴城，那便好说了。除了前面那片林子，还有另一条小路可以通往城内。哦，对了，罗二爷正好要回城，几位客官可以跟着他走。二爷，这几位客官也要进城。二爷，二爷，
二爷，您想什么呢？二爷，您行个好，带这几位客官绕道进城吧。谢谢。店家，那林子有什么古怪？我看几位都是外乡人，那我便多句嘴。前面那片林子，现在已经成了天阴城的忌讳了，可千万不要闯了进去。二爷，那我再给您弄点吃的。绝不能入那林子就好。潘公子，罗二爷离开天一城这么久，总算回来了。哎，公子小心！啊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怎么了？四姐没事吧？脚好像扭着呢。哎，我们去前面坐会儿啊。走。慢点啊。还疼吗？适才我在树上采摘药果，不料摔了下来，多谢姑娘出手相救。你们与罗二爷是？啊，城外遇见的。二爷见我们要去天阴城，便好心带我们一趟。哦，可能伤着了筋骨，正好我在城里有家医馆，姑娘不如随我前去，我给姑娘好好看看。多谢潘公子了。潘公子，我赶着回家，就劳烦你带他们一程吧。好，好，谢谢二爷。就是这里，啊，让他先坐下吧。好。公子，哎，把药材放好。潘公子又请药材去了。哎，潘公子又采药要看病的，可得多注意身体。最近病情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行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就还是照着上次放的这儿。抹点药吧。哎，可有女医？处理伤口罢了，无碍。阿兰，你来。潘公子是大夫，人家是专业的，自然得他来上药。我算我欠你一次，快。行吧，那我便好心帮你一回。把药膏抹在脚踝处，仔细揉散开。嗯。疼吗，四姐？好了。没事吧？幸好没有伤到筋骨。潘公子，向你打听个事儿，那城外的树林里发生了什么？几位为何来到天阴城？游玩罢了。既是游玩，便不用多问了，早些离开吧。潘公子还是告诉我们，那树林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们实在好奇的很。仔细说来，也是我的过错。城外树林常年被瘴气所笼罩，前2个月我研制出了去毒丸，百姓服用后方可入林中寻一些珍贵的药材。本是一桩好事，没想到就在前面呢。
心点啊！有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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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鬼啊！那两人后来怎么样了？只有一人逃了出来，另外一人到今日都不知所踪。尸体也没找着。逃出来的那人回来一直说瘴气林中有鬼，没几天就突然失踪不见了。后面也有人陆续的进入瘴气林当中，却再也没有人出来过。直到今日，已有6人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了。官府可有派人查探？倒是派了几拨人，却都无功而返。现在瘴气林已经是天阴城的忌讳，城中的百姓说林中有女鬼阴魂不散，所以再也没有人敢靠近半步。我看是有人装神弄鬼。哦，姑娘，你穿的鞋子是什么尺码？我叫人去买双舒适的，等伤好了我就。阿紫穿什么尺码我知道，我会去买的。那姑娘不如在仁安堂住上2日，有些客房是专门给外地的患者居住的。公子客气了，我们住客栈就行。今日我从树上跌落，幸得姑娘出手相救，雀鸟上枝，结草衔环，潘某对姑娘理应多加照应的。潘公子，换我阿紫就好了。好的，阿紫姑娘，那我先让人给你去熬药。你帮那几位客人安排一下房间。好的。我看那瘴气林啊，肯定有古怪。你看那儿。这画上的女子是哪路神仙菩萨？我怎么不认得？看画像底部的字。吴妻林思清，吴妻，谁的妻子啊？你说呢？按之前的方子再吃2副。好。伯爹，按之前的。哦，潘公子性情温润，又是救死扶伤的大夫，实在值得结交啊。哎，不过我不明白啊，这些百姓为何都对他妻子的画像如此恭敬？那是因为林小姐是我们天阴城的恩人啊。是啊，要不是潘公子和林小姐，这天阴城早就没有了。此话怎讲？公子有所不知，天阴城水域古怪，城中百姓饮用此水，体弱多病，活不过40载。后来，潘公子和林小姐来了，让我们日日饮用他们特制的苦茶，天阴城的百姓才能摆脱病苦之日呀。医者仁心啊，潘公子，我们一行人商量好了，打算在这儿多住几日，方便阿紫养伤，你看怎么样？好的。可惜林小姐已经去世了。是啊，太可惜了。潘公子的妻子去世了。是啊。受了点风寒，没什么大碍，我让人去赚点药。啊，那麻烦你了，潘公子。阿兰姑娘，你与阿紫姑娘的房间在那边。你告诉我房间在哪，一会儿我自己过去吧。就在走廊尽头那间，另外2位公子的在隔壁。谢谢，那你先去忙你的吧。好的，阿兰姑娘。这次要救的炮灰又是谁啊？这次要拯救一条非常宝贵的生命。众生平等，哪条生命不宝贵？说吧，到底要救谁？这次要救的呢，其实是一株植物，名叫寒潭仙草。植物？草？纠正一下，寒潭仙草是花，不是草。那他干嘛不干脆叫寒潭仙花啊？
我说你让我救小黑猪就算了，现在居然开始让我救花了。我自然是有我的道理。该不会救这花也跟救人有关吧？时机到了，你自然就会知道了。别卖关子了，说吧，这花怎么死的？过些日子死在天一城的瘴气林内。瘴气林？那个闹鬼的瘴气林啊？那花长什么样？你画了半天，就画了这么个玩意儿啊？我抽象派的。哼哼，是挺抽象的，抽象的我都想抽你了。哎呀，这伟大的艺术总是不被人理解。我不怪你。哦，对了，这寒潭仙草是白色的，你可别找错了。拜拜。真是。这边请。哎，你脚上还有伤，先休息片刻吧。潘公子对皇姐还挺照顾的嘛。这个时节，你哪儿弄来的葡萄？好吃吗？哎，对了，潘公子说的关于瘴气林的事儿是真的吗6人进了瘴气林，下落不明。衙门的人只说是鬼魂作怪。明日我便去探查此事。我和你一起去。林中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你留在仁安堂。放心吧，我会护好自己的。进了林中，跟紧我。天凉了，把这个披上吧。潘公子对皇姐啊，肯定有意思。哎，你看，他正给皇姐披服呢。不过皇姐今天救了他，潘公子披衣服很可能只是为了表示感谢。还好我灵机一动，马上装死，这才逃过一劫。还真有这种事儿？对啊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还有一次，为了采灵芝，我也摔断了腿。还好当时的山涧里啊，有一条溪流，我靠着喝那溪流的水啊，足足撑了半个月呢。原来这人啊，靠喝水就能活着。在聊什么呢？我也来听听。我和阿紫姑娘说起我早些年闯荡江湖的事。阿紫，我刚去给你买了新的鞋和袜，你要不要回房间试一试啊？啊，我晚些时候再试吧。潘公子，你再说说你在北关荒漠的事吧。哦，这北关荒漠啊，与江南还真不大一样。你说七表哥真是的，早干嘛去了？你对子修的感情倒是挺了解的嘛。那当然了。阿紫姑娘身手了得，改日可否教教我？啊，蚊子，这个院子蚊子太多了。阿紫，你还是早点回屋休息吧。没事儿，潘公子，你不是说棋艺尚可，不如我们切磋切磋。好啊。来，七表哥早点休息吧。看戏看够了吧？走吧。
我的脚伤已经无碍了，我和你们一同去瘴气林看看。我打探过了，失踪在瘴气林的6人并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，若真是人为，对方恐怕并不是为了复仇。第一个失踪的人是在2个月前。入瘴气林前服用这个去毒丸，可免受瘴气之苦。切记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要使用内力，以免毒气攻心。你们真的要去那瘴气林中？找到那失踪的6人，官府不是重重有赏吗？我与你们一同前去，我也不信那鬼怪之说。潘公子，你不必陪我们去冒险。若不是我研制出了解药，城中的百姓也不会跑到瘴气林中。那就请潘公子随我们去一趟吧。潘公子，可曾听说过寒潭仙草？寒潭仙草，这个倒是从未听过。姑娘说的这个是？就是杂书上看到的。听说此花100年开花，1000年结果，返老还童，珍贵的很。这是花呀？名字倒是有意思。走。那是寒潭仙草吗？狗血剧里，奇怪的花都长在悬崖峭壁上。可这怎么摘得着啊？等我一会儿。潘公子说过不能使用内力。宇文公子这是？是要采那花？知道你武功高，可万一……你下回别再这样了。阿兰姑娘喜欢这花？什么花呀？你捧得跟个宝贝似的。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仙草100年开花，1000年结果，珍贵的很。那个阿兰姑娘，这花叫做朱布里花。朱布里花？天阴城漫山遍野都是，不能入药也不能吃，野猪都嫌弃。所以才叫做朱布里花。朱布里，但是阿兰喜欢呀。小心点儿，别走散了。
我们又回到了原处。这个地方实在诡异的很，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吧。年轮稀疏的一边是南边，我们朝那儿走。阿兰姑娘果真聪慧。杂书上看到的。走。走。你们看。跟紧我。中毒了。这是城北的李木匠，失踪的6人之一。他怎么了？看这个症状，好像是食用了大量的五福草，五脏六腑毒气入侵，这才导致昏迷不醒。五福草，五福草是药，也是毒，它能解瘴气之毒，却也能入侵五脏六腑。食下此草，只能慢慢等着毒气攻心。毒发的时候，如同万重噬骨，生不如死。一般人还真忍受不了毒发之苦，情愿自尽而亡。没想到这天阴城竟然会有五福草，我以前只在书上见过。有办法能救醒他吗？暂时压制住毒性了，回去我试一试，看能不能救醒他。就在这儿住上一晚吧。乖，乖，林小姐，乖，林小姐，潘公子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林思清，乖，为什么会喊思清的名字？乖，难道思清？潘公子，李小姐是怎么过世的？几个月前，思清为了救落水的百姓而亡。那时我正在外地行医，是好心的邻里帮忙下的葬。思清为何会？
阿紫，喝点水吧。谭公子，我听说您一直待在天音城，是因为林小姐喜欢这里。成亲以后，我们本来想云游四海，哪料到来到了天音城，她便不愿意离开了。那时的天音城一片衰败之气。玉哥哥啊，以后我们就住在这里吧。院子里种些草药，那间屋子就专门给你炼药用。天音城的百姓啊，都活不过40载，别人都恨不得离得远远的，你倒好，反而赖着不想走了。可是我们来了之后就会不一样了。我觉得天音城以后肯定人人长命百岁。你再炼制出一些可以解胀气的药物，从此这里山清水秀，鸟语花香，你说多好啊！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勇气，竟说要让天音城变成世外桃源般的地方。他那点可怜的医术，还是无聊的时候跟我学的呢。听仁安堂的学徒说，林小姐还曾帮助当地的百姓赶走了一伙强盗。他总是有点鬼主意。林小姐心地善良，难怪城中的百姓都对她尊敬不已。都说她纯真、善良。而我觉得，他是傻。掏出来的总是一腔热忱和善意。若是他能为自己考虑一点，或许就不会为了救别人而丧命了吧。哎。我不冷，多谢齐表哥。你和我不必这么客气。若无意，便不要平白让人误会。知道了。你想什么呢？若我没推断错的话，此事和暗门云长有关。云长？李牧将手腕间的伤口，应是冰魄银丝所致。刚刚我们在树林里遇见的那个白衣女子，很有可能是扮成了林小姐的样子，所以李木匠才会那么害怕，以为看见了鬼。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云长又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？好了，别想了。回去以后，我会好好调查一下林思清的死因。
夫君，你回来啦？今天怎么这么晚？没什么事吧？怎么啦？时候不早了，早些休息吧。你抱我过去。你今天怎么有些奇怪啊？是吗？墨儿他们已经睡了，天色也没有特别晚，不如……这梦境竟然如此真实。怎么了，夫君？你要伤我吗？阿兰，阿兰，醒醒！阿兰，我们进入了幻境。幻境？四姐，子修。四姐，子修，四姐，四姐，四姐，刚刚是，应该是让人沉浸在其中不愿意醒来的梦。我曾在医书上看过，有些花草会让人陷入幻境，而后沉溺其中不愿醒来。莫非是此花让我们陷入幻境？泥土翻过，是有人故意种下的。之前在瘴气林失踪的人，会不会也来过这座房子？你们先睡，我来守着。天亮我们四处去看看。你受伤了？皮外伤，无碍。
那幻境是心中所想。你在幻境当中看到了什么？什么也没看见。那你呢？你在幻境中又看见了什么？娶妻生子。娶妻生子，想不到你念念不忘的居然是娶妻生子啊！哎，你幻境中的妻子是什么类型的？美若天仙，温柔可人？很想知道。八卦嘛，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这么想不通，嫁给了你。哎，你那妻子叫什么名字啊？你看我干嘛？我若不说，你一辈子都不会知道。除了你，我还会娶谁为妻？我在幻境当中看到的人是你，想娶之为妻的人也是你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。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娶妻生子。带兵上阵杀敌，我想的是会不会战死沙场。回来以后，我想的是为父母报仇。直到遇见了你，我才觉得将来的日子有了令人期待的其他模样。阿兰，你可愿意和我此生共白首？与你共白首的女子，不会是我。你在幻境当中喊的是我的名字。没遇见花红轻落，月阑珊映烛火，叹岁月蹉跎，耳边低语似墨。一念断，执着心魄，残笑风干成笔墨，独饮空闻，随光一辗转。你看到的果然是我。我确实看见你了。你与父皇说同意取消我俩的婚礼，我心中甚是欢喜。我先去休息了。日阑珊。
攻白首的女子，不会是我。你与父皇说，同意取消我俩的婚约，我心中甚是欢喜。清唱。